比特币要新低了吗？比特币的底部要出现了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从大级别的月线级别开始看起。我们很久没有看到月线级别了，我们可以稍微统整一下。我们在过往的几轮牛市当中呢，我们在牛市的最开始的地方，我们先是形成一条比较和缓的趋势线，随后呢，我们这条趋势线它是都没有跌破哦，至少它没有真的跌破哦。当然我们在312的时候，它插出了一根针。但是这条趋势线呢，比较和缓的趋势线，它是一直都没有被真跌破的。随后我们就出现了加速的上涨，它就脱离了这条趋势线，产生了一条斜率更大的上涨。那其实我们可以回看哦，大概在每轮牛市呢，其实我们都是走的差不多的行情，甚至我们趋势线的斜率呢都是差不多的哦。你可以观察到我们在牛市上涨的初期啊，它有一条趋势线可以被画出来，然后这条趋势线的斜率啊跟后面呢基本上差不了太多哦。当然图表是取过对数的。那我们在后面牛市的后半段呢，比特币的行情它就开始加速了。基本上比特币的行情到了牛市的后半段呢，都会在进行加速。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先走着一条比较和缓的趋势线，随后我们就开始加速了。而且其实我们这3轮牛市呢，我们的斜率啊其实是差不了太多的这个趋势线的斜率啊，也就是说上涨的这个速度呢，它并没有很明显的差异。那其实到了我们这轮牛市呢，我们也可以很明确的把这条趋势线给画出来。当然，我们是用连接最底部的方式。那你说如果碰到了趋势线的话，碰到趋势线 O 不 OK 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过往的牛市呢，我们都有碰到过，所以其实碰到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我们按照当前的趋势线，如果碰下来的话，其实跟5万呢也不会差到太多啦，可能也就是在最低可能也就是46000、47000左右而已其实你说跟5万差距不了太多除非我们真的出现黑天鹅，出现了莫名其妙的插针，不然我相信这条趋势线呢，它的实体是绝对不会被跌破的非常非常困难你说插针的话，那或许还有一点可能。那等到我们这条趋势线呢它都已经测试完毕过后呢，我们就会再进行加速的上涨。那我们在这轮牛市呢，我们是还没有看到这种加速的上涨不过我们可以根据过往牛市的周期呢，我们可以初步的判定，这种加速的上涨它一定会来，而且现在呢它还没有到来那如果说我们想加仓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在过往的牛市周期里面，我们在现在的行情它是处于什么阶段的我认为其实对于比特币这种周期性这么强的标的来说呢，我们是处于什么阶段呢？会远比其他任何的分析方式都要来的更重要重要的多。像我们现在是9月中左右其实我相信我们这轮下跌呢，毕竟我们前面已经有这样子的轮廓在了，我相信至少我们都会到9月底10月初，我们这波下跌它才有可能结束。那我们美国总统大选大概是11月，我们可以抓这段时间，大概是未来的2个月左右未来的2个月其实不到2个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复盘。我们在相同的时间点的时候，我们在过往牛市它都处于什么样的阶段？那首先呢，我们先把我们9月一直到11月的这段时间呢，我们把它给画出来。你可以看到我们未来呢在走这段行情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在这边呢出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低点，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入场的低点。那很有可能呢就是在我们刚所说的那条趋势线上面，随后我们就会进行加速的上涨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现在是2024的9月到11月嘛9月初到11月初，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直接回推4年直接看一个周期，2020年的9月初到11月初，你可以观察到我们当时在这段行情的时候，我们就是暴涨的起涨点，就是加速上涨的起涨点，而且我们在这段时间它所出现的底部呢，我们在这轮牛市，甚至在比特币往后的行情当中，我们都是再也没有回来过的。这个准则呢，往前推3轮牛市，所有的减半牛市基本上它都是如出一辙。你可以看到，如果再往前4年，我们看在2016年的9月份到11月份，其实我们当时呢也出现了非常雷同的状况当时我们在这段时间之前呢，我们就是走震荡不然就是小幅的上涨。那直到这段时间过后呢，我们才出现这种加速的上涨。你可以看到，其实还蛮明显的，真正的开始加速了。不然前面它其实是震荡慢慢的上涨。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它其实也消磨了很多时间并且我们这段时间所出现的低点，它是再也没有来过了，再也没有来过这轮牛市当然不会回来，熊市的时候也回不来那我们可以再看到，我们在4年前2012
2012年的9月到11月哦，当时我们的行情，你可以看到当时我们的行情呢，大概是都在震荡。那震荡完之后呢，我们就很明确的就开始上涨了，所以我们这个低点它也没有再回来过，这个低点也没有再回来过。而且我们后面的上涨，它都是比起前面都是更加速的上涨，对吧？你可以看到都是更加速的上涨，这里也是更加速。那我相信这段时间呢，我们会出现一个很棒很棒的低点，它有很多特征。第一，它不会再被回来，这轮牛市当然回不来，熊市的时候也回不来。再来就是我们接下来极有可能它就要出现加速的上涨，比特币加速的上涨。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你只要点击这个链接呢，来到活动页面，它会一步一步教你要如何领取空投。当然了，我这个账号是已经领取过了，你可以领取主流的币种，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等等$500的仓位。如果你赚钱了，你可以直接把币给提走，这真的很优惠哦。好，那我们再看到比特币小周期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日线好了。其实我相信我们现在呢已经做了一个成功的测试了。我们之前有谈到过，我们大概在57500、58000左右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互换，前面都有扮演过几次很确实的支撑角色。那我们在跌破过后呢，我们往回测试了一下，确认了它把原本的支撑变成阻力，然后我们就开始下跌，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回踩。而且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呢，它是没有什么量能配合的。再来，我们还有一个缺口在54000，在54000，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波上涨它其实从礼拜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就一定会留下缺口。那缺口补的几率呢极高极高，而且是在极短的时间内补的几率极高。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再切小一点点，你可以看到，其实如果我们就从65000开启的这段下跌呢，基本上绝对是空头比较有优势从 K 线的状况量能等等的对吧？如果说我们这段的上涨呢，它真的是要开启一波多头，它的量能不会那么弱，也不会再这么快就出现这种反转的行情。然后如果我们拉斐波那契的话，你可以发现它这个反弹位对不对其实大概就 0.38 到 0.5， 也算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反弹我们刚刚谈到的缺口呢，从日线上是看不到的。我们看一下4小时，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指标直接开指标，指标最清晰嘛，你可以看到大概在54000左右。如果要补的话，那就是要回到54000。我认为在短时间内回去的几率非常非常高。那我们再来看其实今天早上我们东八区的早上对于美国人来说是昨天的晚上了，进行了最重要的美国总统辩论会这个是第一次川普跟贺锦丽的辩论，而且呢，辩论过后2个月就选举，非常快，2个月后我们就会有新的美国总统出现那川普在辩论之前呢是53对上贺锦丽的45，当然这是以下注的这个赔率去做计算的。那辩论会过后呢，基本上就是持平其实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东八区的早上，我是有直播全程的辩论的，而且我们都是及时的翻译成中文那整体看下来呢，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贺锦丽他的表现呢，我相信是超出很多人的预期的。而且川普在第一次辩论的时候，他是完全碾压拜登，但是这一次呢，川普的优势就不是那么多了，甚至呢，川普他还有中一些贺锦丽的一些招数等等的所以其实在这次贺锦丽的辩论整体来说绝对是比较占上风的当然啦，其实川普在各个摇摆州的领先呢，都有一定的比例我们在直播当中，我们有很细的谈到了，他其实在几个摇摆州里面，他领先的幅度是有的甚至有些都到双位数的领先幅度所以其实川普他其实只要不犯太严重的错误，稳稳的走完，基本上他就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那最后呢，其实我们当前的行情它做不出趋势，因为我自己是做趋势，没有趋势就做不出趋势，那我也不用在没办法交易的时候硬去交易这样子会造成这种无意义的亏损我们要把资金呢机会留在真正出现好的时机点、好的入场点的时候。那这种时机点呢，其实毕竟我们做的周期比较大它在1年里面呢，可能也就只有那几次1-2次、2-3次就差不多了。所以其实我们在震荡的时候，或者说这种震荡缓缓下跌的过程，我认为做量化绝对是会比较好的。那你可以看到呢，在这个 Pro 的账号里面是有投资了$3万，跑了10天左右吧。你可以看到它的资金曲线还是蛮漂亮的。
那我们自从第一天我们就有跟大家做报告，那我们会接下来呢追踪每天，然后我们看1个月后会怎么样，3个月后会怎么样，半年后会怎么样，1年后会怎么样啊？那我们投资3万美金嘛，对不对？哦，等到我的利润有3万美金的时候，我就把3万美金给提出来，剩利润的3万美金让它去奔跑。那这个跟单它其实是 Pro 的跟单啊，就是你要经历过一定的绩效的检验，你才有办法去上架的哦，因为毕竟它是针对比较高净值的用户嘛。然后你可以看到啊，像你可以看这个资金呢，它也不是放在一般的账号里面啊，它是放在跟单交易 Pro 这个地方，而且你是看不到它的持有的仓位的哦，你是看不到的，因为它这个毕竟这些数据啊、操作等等的都会是策略方的机密嘛。那其实我自己现在比较倾向于是用数据去做出入场，用量化做交易的话，一定要用数据；用指标的话，其实我自己有做过，它很难写出这种它可以长期盈利、长期稳定盈利的策略的。好，大概是这样子。好 ，OK， 那我们再持续追踪吧。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